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冉冉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呢，我们来勾这款超漂亮的镂空开衫。这个开衫呢特别简单，它只要重复一行就可以。那现在呢，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程吧。用到的东西呢就是毛线还有钩针，我用的是6毫米的钩针，然后缝毛线的针。另外新手的话建议准备2个别针，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服的结构。那这个开衫呢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要钩呢一个后片就是一个长方形，然后2个前片是2个窄一点的长方形，然后还有2条袖子。这2条袖子呢，其实呢也是长方形，只不过钩好之后呢，我们这样子给它对折一下，让它形成一个袖筒。所以呢，这衣服我们总共是要钩5个长方形。那其实它并不比钩一条围巾难，因为反正都是长方形嘛。那我们在具体钩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前片和后片的花样是完全一样的，然后袖子的花样呢会稍微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会在钩的过程中具体的讲。然后至于具体你需要的尺寸呢，那你可以根据你要钩前后片多宽来决定你的尺寸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钩。首先呢，我们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然后把压在下面这根毛线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把穿回来这部分给它拉出来，钩针从里面穿过去，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我们现在要钩的呢是主体部分，就是后片或者前片都可以，根据你想先钩哪个就先钩哪个，那花样是一样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起头，我们要起的针数是11的倍数加6，那就是不管你是钩后片还是钩前片，根据你希望这个多宽来决定你要起多少针。那辫子针的钩法呢是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就是2个辫子针。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就是3个辫子针。那我们就一直重复这个辫子针，一直到它是你满意的长度，同时满足11的倍数加6。辫子针钩完，我再回来。那这个辫子针钩完呢，我们现在开始钩我们的第一行。这个辫子针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我们看呢，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一针。钩针下来，这2条线组成了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然后我们要跳过第一针，来到第2针，也就是钩针往下第2个 V 字。从这一针开始呢，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把第一行钩完。中长针的钩法呢是钩针绕线，然后从这个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那如果你是新手呢，我们建议把这一针标记出来，免得你回来找不到它。我们钩针下来刚钩出来的这一个 V 字，这是我们第一行的第一针，我们把它标记出来。然后下一针也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下一个 V 字，钩针从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针，钩针从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每个辫子针上钩一个中长针，把我们的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中长针钩完，那我们现在来钩第2行。第2行呢就是我们这个的主花样。那开头呢，我们先钩3个辫子针。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看成第1个长针。如果新手要标记呢，就标记我们刚钩完的第3个辫子针。这一针就相当于我们第2行现在已经钩了一个长针了。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第1针不需要再钩了，因为我们已经钩了一个长针了。然后在接下来的4针各钩一个长针。那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。我们看第1针，第1个 V 字我们已经钩过了，我们来到第2个 V 字，也就是第2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
这是一个长针。然后接下来3针都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来到第3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这一行我们连上这第1针，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长针了，然后再钩2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然后再钩一长针绕线，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穿过前2个环，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我们现在钩了5个长针，然后呢我们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然后在第3针的位置呢，我们在同一针里钩5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跳过1、2，来到第3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这针我们钩了一个长针，那同样地方我们还要再钩4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不找下针，还是同一针的位置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这是第2个长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还是同一针的位置，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3个长针，同一针的位置，我们再钩第4个，然后再绕线，还是同一针，5个。看我们钩了一个这样子的扇形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3针。你看这针我们钩了5个辫子针，5个长针，然后我们跳过1、2、3，在第4针的位置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第4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4针再钩再各钩一个长针，就是总共有5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在第2针的位置我们钩一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3针还是各钩一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，第5个。然后你看我们开头钩了5个长针，然后跳过2针钩了一个扇形，2个辫子针，跳过3针，然后又钩了5个长针。其实我们就要重复这个花样，5个长针钩完，我们来钩这个扇形。那我们就是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1、2，在第3针上钩5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跳过1、2，从第3针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钩了一个长针了。那同样地方我们要再钩4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还是同一针的位置，2个长针，3个，4个，5个，5个长针，然后我们重复这部分，2个辫子针，跳过3针，然后5个长针，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1、2、3。那在第4针的位置开始钩长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接下来的4针呢，各钩一个长针，就是这儿总共连续5个长针。这是第2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，第5个。然后我们又要重复我们的花样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跳过2针，在第3针的位置钩一个扇形，一个扇形呢就是5个长针钩在同一针上，然后钩2个辫子针，跳过3针，在接下来的5针位置各钩一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又是重复这个扇形了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不记得的话，可以把视频往回倒一下，从头看一下这一行怎么钩。那这一行钩到最后，我再回来。第2行呢，你钩到最后你标记的这一针的位置，那你应该这儿有4个长针，然后这最后一针呢，正好是钩完你的第5个长针。那我把标记取掉，然后在最后一针
最后这个 V 字上给它正常的钩一个长针。那我们第2行就钩完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钩第3行，我们之后的每一行呢都是重复我们的第3行，所以稍微注意一下。那开头呢还是一样，3个辫子针，这3个辫子针呢我们还是把它看成一个长针，然后新手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第3个辫子针标记一下，那它相当于我们第3行的第1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呢，我们第1针相当于已经钩了，我们钩了一个长针，不要管它。在接下来的4针呢，各钩一个长针，就是连上第1针，等于我们开头总共有5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第1针不要管它，来到第2针，还是一样的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我们现在第3行都已经有了2个长针了，然后接下来3针呢，各钩一个长针。那开头我们5个长针钩完，然后到这儿，这是我们这个扇形的地方。那这次我们要做的呢，是跳过这2个辫子针。我们前一行钩完扇形，不是钩2个辫子针吗？然后来到第3针，也就是这扇形的第1个长针，在这个长针这个 V 字2条线下面再给它钩一扇形，钩针绕线。我们看，我们跳过进来的这2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长针底上这个 V 字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看我们在这儿钩了一个长针了，我们要钩一个扇形的，总共要钩5个长针，那就在同一针的位置再钩4个长针，还是钩针绕线同样的位置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两个长针，3个，4个，5个，看我们又钩了一个扇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这1个扇形，也就是接下来这4针，然后到下一个正常的长针底上。看我们跳过这扇形，在接下来这个长针底上给它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。我们来到这个长针底上，V 字2条线下面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钩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的4针呢，我们各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到下一针，V 字2条线下面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这是我们第2个长针，然后这是第3个，第4个，第5个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要重复的花样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又是要钩这个扇形了。那我们还是跳过接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跳过1、2两个辫子针，然后来到第3针，也就是这个扇形的第1个长针，在这个底上我们给它钩一个扇形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1个长针，这个地方总共要钩5个长针，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然后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扇形剩余的部分，来到第1个正常的长针底上，我们在这儿开始钩长针。接下来这个长针底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这4个正常的长针底上各钩一个长针。那这5个长针钩完呢，我们又要重复这个花样了。这一行就是这样，我们跳过
2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扇形的第一个长针底上给它钩5个长针，让它组成一个扇形。扇形钩完之后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前一行扇形剩余的4针，来到接下来正常的长针，连续5个长针底上我们各钩1个长针，然后就这样重复，一直到把这一行钩完。那这一行钩完，我再回来。那第3行的最后一针呢，就是我们之前标记过的第2行开头的第3个辫子针。那我把标记取下，然后在标记过的这一针给它钩1个长针。然后那你看结尾正好应该也是5个长针。那接下来我们的每一行呢都是重复我们的第3行，跟我们的第3行一模一样。那开头呢是3个辫子针，然后这3个辫子针呢看成一个长针，新手要标记的话呢，标记我们的第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呢，接下来的4个长针各钩1个长针。第一针不要钩，第一针相当于我们已经钩过了。然后呢，等我们这4个长针钩完，加上我们的第一个3个辫子针组成的长针，我们应该有5个长针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扇形的地方。到了扇形的地方呢，我们跳过2个辫子针，然后在扇形的第一个长针上，我们再钩1个扇形。那这个扇形呢，就是由5个长针钩在同一针的位置组成的。那这个扇形钩完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这个扇形剩余的部分，在接下来的5个长针底上各钩1个长针。那这5个长针钩完，那么就又到了扇形的部分了，我们就再继续重复我们之前的步骤。那接下来呢就是这样，我们整个这个衣服呢，其实就是这一行的重复，就是我们的第3行。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呢，随时可以把视频倒回来，反复的看我们的第3行怎么钩。那这部分呢，你就一直往下钩，这是主体的部分，就一直从我们的下摆一直钩到它的上缘。然后呢，不管你第一片钩的是后片还是前片，反正你总共最后要钩3片，一个宽的后片，2个窄的前片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一行不一样，那其他的全部都是重复这个花样，那你就一直重复，一直到你满意的长度。然后我先不讲最后一行，因为袖子跟主体部分差不多，只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我先把袖子讲完，然后再来讲最后一行，因为袖子跟衣服主体最后一行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讲袖子的部分怎么钩。开始钩袖子之前呢，我们来大概说一下它不一样在哪儿。这是我们刚才钩的主体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两侧，这边是5个长针，这边也是5个长针。那我们袖子的部分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边是5个长针，另一边只有1个长针，中间的花样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两头不一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之后把它缝在一起之后呢，它这个花样就是连续的，不会说这边缝线的地方有10个长针连在一起，那样不好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钩这个袖子的部分。那这个袖子呢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从袖子下面往上钩，所以呢，你要起的这个辫子针的长度呢是这个袖子的宽度，不是袖长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起头。起头的方法呢，跟起衣服主体是一样的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些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的部分给它拉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钩辫子针。辫子针的钩法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次我们要钩的针数呢是11的倍数加2。那还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一个辫子针，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2个辫子针，就这样一直到它满足你需要的长度，同时满足它的针数是11的倍数加2，我再回来。这个辫子针钩完，那这个辫子针呢，还是它只算基础行，它不算我们的第一行。现在我们开始钩第一行。
第一行也是跟主体一样，我们跳过第一针，然后每针钩一个中长针。那还是我们看钩针下来这个 V 字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，我们跳过第一针来到第二个 V 字，我们从这一针开始钩中长针。中长针钩法还记得吗？钩针绕线，我们从第二个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，然后钩针绕线到下一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。就这样每针一个中长针，我们把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钩完，接下来我们钩第二行。第二行跟我们主体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结尾不一样。开头呢还是3个辫子针，这3个辫子针呢我们看成第一个长针，新手还是可以把第一针标记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呢，我们在接下来的4针各钩一长针。第一针不要钩了，第一针我们已经算是有一个长针了。那我们从第二针开始，接下来的4针各钩一长针。那我们现在连上开头3个辫子针组成的第一针，我们总共有了5个长针，然后跟我们主体一样，跳过2针，在第3针的位置我们给它钩扇形，扇形就是5个长针在一起。我这里不说的很细了，因为你钩主体的时候应该已经钩了无数遍了。那扇形钩完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在之后的5针上我们各钩一个长针。如果你这里觉得我讲的快的话，你可以倒回去视频看一下主体部分的第二行呢，这基本的就是除了结尾不一样，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5个长针钩完，那我们就又是跳过2针，在第3针上钩扇形。然后2个辫子针，跳过3针，然后在接下来的5针上各钩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又是要钩扇形了，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在第3针钩扇形。那我这个扇形钩完呢，我就要到结尾的部分了。你不管这个扇形重复几次，反正都是中间的部分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扇形，然后5个这样子的长针。那最后一个扇形钩完呢，我们应该还剩下4针。那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在最后一针上呢，我们钩一个长针。看，这是我们的第2行。我们第2行除了结尾跟主体不一样，那之前所有的部分全是跟主体一样的。如果你像我这儿讲的快，可以看一下主体部分。那接下来第3行呢，就除了开头不一样，还是其他全部都跟主体一样。开头3个辫子针，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给它看成第一个长针，新手要标记的话就标记这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呢，我们钩主体的时候，开头不都是先钩5个长针吗？那这回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直接来钩扇形了。跳过接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在第3针，也就是这个扇形的第一针上面，我们给它钩一个扇形。
然后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那跳过这个扇形剩余的部分，在接下来的5个长针点上各钩一个长针。那从现在开始呢，又跟我们钩主体完全一样了，一直到结尾这一行完全都跟主体一模一样。那我就不详细讲了，如果你不记得的话，可以看一下主体的部分。那这一行钩完，我再回来。那第3行钩完，它后面结尾也是完全跟主体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来钩第4行。第4行呢，又是前半部分跟开头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有最后结尾不一样。开头3个辫子针看成第一个长针，转过来以后，我们在前4针各钩一个长针，然后钩扇形。那这部分呢，我就很快的给它过去，然后我们直接来说结尾的最后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怎么钩。我们第4行最后一个扇形钩完，那我们后面是没有那5个长针的，我们只有这儿这3个辫子针组成的一个长针。我们这儿呢还是正常的给它钩2个辫子针，跳过这个扇形的部分，然后找到我们前一行这3个辫子针的第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给它钩一个长针。那我们第4行也钩完了。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单数行呢，都是开头是一个长针，所有的双数行呢，结尾是一个长针，然后剩余部分呢，全部都跟我们的主体是一样的。那袖子接下来呢，就不停的重复我们的第3行和第4行，一直到你满意这个袖子的长度。那等的袖子主体部分钩完，我再来说我们的最后一行，就不管是袖子还是主体部分的最后一行怎么钩。那我现在来讲最后一行怎么钩。我们开头还是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还是看成一个长针，然后呢，在接下来的4个长针底上各钩一个长针，跟我们之前全部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到这2个辫子针的地方。我们在这2个辫子针的这个洞里头给它钩一个长针，那钩针从这个洞里进去，这样看清楚一点。钩针从这个洞里进去，然后正常我们给它钩一个长针。接下来呢，在这个扇形上每针钩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接下来5个长针底上各钩一个长针，在这2个辫子针的洞里钩一个长针，然后5个扇形底上各钩一个长针。就这样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那这行钩完呢，这是我们最后一行。这行钩完，那你现在在钩的这一块，不管是前片、后片还是袖子，那它就完成了。最后一行钩完，那我们这个线就可以剪断了。剪断的时候呢，把它留长一点，用来之后把衣服各部分缝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剪断的线头勾住它，穿过钩针上这个环，钩针取掉，那这一片就完成了。我们呢，最后应该是有5片，就是2片袖子、2片前片和1片后片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些部分缝在一起。要缝呢是这样子的，比如说这2个是前片，这个是后片，我们先把前片跟后片这样子给它从肩膀上缝起来。缝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展开，然后呢，把2个袖子这样子给它缝在一起，然后袖子也缝上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这样子折回来，然后最后呢，把这个下摆还有侧面缝在一起。就是这样的顺序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缝肩膀的部分。因为缝的方法呢，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就只要你针线来回穿，给它们连在一起就行了。那我就只拿肩膀做个例子来缝上一部分，然后剩下部分那你就自己缝喽。
那现在就来缝这个肩膀的缝线。这个呢是我的后片，那我现在拿一个前片，然后呢我把前片之前留的这个线头，然后穿了这个缝毛线的针。那我现在把它跟后片的一边给它对齐，然后呢我拿针穿过这一边的第一针，然后再到对面的第一针穿过去，然后呢穿过前片的第二针，同时穿过后片的第二针，然后第三针，第四针，那就这样来回穿，一直到把它们都缝在一起。在最后的地方呢，给它来回多绕几遍，防止线从这个地方脱开。然后呢，把剩下的线头藏在我们已经勾过的这毛线里边去。然后多余的部分呢，就可以给它剪断了。那同样的方法呢，我们把剩下所有需要缝的地方都给它缝起来。那等到把这5个大长方形都缝在一起，那今天的这件开衫也就完成了。